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阮氏千金阮宁温婉贤淑，特赐婚于九王爷谢之旭。谢之旭，这不是那个传说中的傻王爷吗？择日完婚，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九王爷心智如同孩童，往后还望阮小姐多多照拂。咱家先行回宫复命了。简直欺人太甚！那谢之旭空有王爷名分，全京城谁不知道他是个傻子？陛下这哪里是赐婚，分明是借机羞辱我阮家。娘这就进宫求情，就算拼了这张脸，也要求陛下收回圣旨。阿爹阿娘，切莫冲动，这门婚事，女儿愿意嫁。你糊涂！嫁给一个痴傻王爷，往后的日子你可想清楚了。阿爹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陛下本就忌惮阮家，若是咱们抗旨，整个家族都要招来大祸。可你嫁过去，那九王府里谁替你撑腰？九王府是皇室宗亲，这层身份在，那些肮杂就不敢轻举妄动。皇帝不喜阮氏，若将来对阿父发难，女儿还能用九王府为阮氏庇佑。道理娘都懂，可娘就是舍不得你。谈不上委屈，嫁给傻子又如何？我阮宁又不是傻子。圣旨已下，再无转圜。为父会备下丰厚嫁妆，保你在九王府无人敢欺。多谢阿爹。皇帝想借此折辱阮家，可我阮宁自有打算，嫁给傻子又如何？大雪天成婚，连个暖场的人都没有，这九王府当真冷清。拿点吃的过来。这个好吃。你你是本王的王妃吗？本王是偷溜回来的，外面好冷呀。那群傻子就傻愣愣的在那儿挨冻。他们关你久了？他们骗我那个好喝，可是好难喝。以后不想做的事情来找我，我给你撑腰。傻是真傻，但生的倒是挺好。嫁给傻子好像也没那么难熬。抓不到啦！王爷又在耍儿戏了。这么单纯也挺好的。宁宁，吃这个，好吃极了。你这贪吃的样子，还真让人没法生气。宁宁哪里舍得生我的气？王妃，您还在查账册吗？这九王府的账册比我想象中还要丰厚。真有这么多财富吗？当年先皇对九王爷亏欠甚重，虽拜了太子之位，却在钱财上补偿极富。翻着翻着，我才知道这府中家财的浩大，难怪府里上下都十分安稳，王爷也算有底气。倒不只是安稳，谢之训虽说痴傻，实则是先皇对他的眷顾与保留。
不能小觑。贪吃爱玩，单纯乖巧，的确不像外界传言那般可怕。王妃如此细心打理府中，王爷想必也少了许多烦忧。王妃，宫里送来帖子，是皇后娘娘邀您前往赏雪宴。赏雪宴，看样子是件不简单的盛会。宫中风波不停，王妃去应邀，恐怕要多加小心。待我整理妥当，便启程赴宴。宫中风云变幻，我自会应对自如。宁宁，宫里叫你去赏雪宴，本王也想跟你一起去。这场宴会不一般，王爷还是乖乖守府好。不嘛，本王就要和宁宁一起。来了来了，九王妃来了。瞧这排场，也不知道嫁了傻子还有什么好神气的。可不是，当了王妃又如何？那可是个傻子王爷。王妃，他们走。阮宁啊，成婚之后感觉如何？谁不知道那九王爷是个傻子？哎呀，你别这么说，人家也是王妃呢，咱们得羡慕哟。既然知道本王妃来了，怎么不行礼？丞相之女仗着家世，本王妃的确动不得。九王妃恕罪！九王妃恕罪！九王妃恕罪！阮宁，你今日不过是仗着那个傻子的名分，才敢在这里摆架子。李小姐这话说的，本王妃的名分难道还需要仗着旁人？本王妃入宫赴宴是给皇后娘娘面子，诸位若是觉得这礼数多余，大可回禀皇后，往后的帖子也无需再送到九王府了。阴阳怪气，落井下石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皇后娘娘到！皇后娘娘万安。阮宁，你如今虽是九王妃，但不可嚣张跋扈，有失皇室风范。阿姐，你来的正好。九王妃今日好大的排场，让京城贵女们给她跪下。这不过是女眷小聚，见到皇后娘娘都不用跪呢。九王妃，你皇后娘娘，哪里来的风筝？本王的风筝！九王爷小心啊！放肆！阿姐，你没事吧？就是你，偷本王的风筝！九王妃，你看着干嘛？你还不管管你家王爷？听话，不闹了。宁宁，她坏了。出了宫再给你买个新的。胡闹！冬天要放什么风筝？皇后娘娘恕罪。
罪，王爷，他还只是一个孩子啊！一定是故意的，一定是故意的！阮宁，你故意把他带过来这么放肆，就因为他是王爷，傻子，我们奈何不了他！李小姐，你怎么可以如此说我家王爷？你这个傻子干什么？你们在做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臣妾今日好心邀请九王妃赴宴，结果她恃宠而骄，欺压贵女，甚至还让九少爷进宫胡闹。皇上，九王妃当众让臣女等人跪地，实在有失体统。是啊，臣女等人不知犯了何错。皇帝姐夫，阮宁根本就是故意的，他早就算计好了，拿王爷当挡箭牌，仗着旁人不能拿傻，不能拿王爷如何，才这般放肆。九王妃可有此事？回皇上，是贵女们取笑王爷痴傻在先，臣妾不愿听，才训斥两句。至于王爷进宫，是他想见见兄长，臣妾实在拦不住。皇上，您未下朝时，王爷便已在殿外候着了，说是想与您一同放风筝。后来风大，风筝被吹走，才误打误撞，扰了皇后娘娘的兴致。本王不是傻子，为什么都说本王是傻子？王爷意外痴傻，并非他所想，为何人人都可以拿他取笑？臣妃斗胆替王爷求个恩赐，既然九王府在京中不受待见，不如放王爷离京，至少无人敢欺。谁敢取笑九王爷，给朕滚出来！皇帝姐夫，明明是阮宁他。跪下！你们受苦了，朕会为你们讨个公道。谢皇上。一众贵女禁足，父兄罚俸。王妃，今日这一遭总算是顺顺当当过去了。顺当是顺当了些，王妃是觉得哪里不对？今日之事来得突然，她应对起来却像是早就知道该怎么做。王爷向来跟着王妃，许是习惯了。这回皇上赏的可真厚，足足抬了10几箱进来。王爷虽说，可皇上护着，谁也不敢真的招惹九王府。宁宁，你看这个好玩。好玩。你也摇摇。行了，去一帮玩。王妃，这回皇上赏赐如此丰厚，京里只怕又要热闹一阵了。热闹就热闹吧，今日奴婢出门采买，街上已有人在议论御花园的事儿了。都说九王爷虽傻，却有皇上护着，谁也动不得。皇上今日这番安抚，未必只是心疼王爷。王妃的意思是，皇家的恩赏从来不是白给的，赏得越重，盯得也越紧。阿爹，阿旭人很好的。
快坐快坐，厨房备了好爹宁宁爱吃的，今日一家人好好聚聚。宁宁，你上次在皇宫受欺负了。受是受了，但那些人自讨苦吃。我也猜到了，皇上近几日对丞相府挑剔得很，有些事情交给我来做了。果然。你在九王府可还习惯？挺好的，王爷听话，府里也安生。阿爹，我想知道当年夺嫡之争的始末。你真的在乎谢之旭那孩子了？阿爹，别傻子傻子的叫他。当年先皇龙生9子，谢之旭排行最小，却是最聪慧的一个。后来呢？当今圣上排行老6，先贵妃所生，9个皇子能活到弱冠之年的只有4人，大皇子、4皇子、6皇子，还有谢之旭。大皇子敦厚，与谢之旭一母同胞；4皇子是宫婢所生，并无筹码。相比之下，6皇子颇有手段。后来西北大旱，先皇一病不起，4皇子主动请缨去赈灾，途中遇袭，失踪至今。大皇子与谢之旭去探查，也出了意外，大皇子身亡，谢之旭痴傻，这皇位便落在了现在这位的头上。夺嫡之争说起来轻巧，局中人却是九死一生。只要谢之寻一直痴傻，九王府和阮府就绝对安全。宁宁，你输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可时局之下，将来的事谁说得准呢？王妃，您都看了1个时辰了，要不要先歇歇？秋菊，你来看看这个。这些田产商铺都是王爷的。先皇当年极为疼惜王爷，钱财上的补偿远比外人知道的丰厚得多。王爷虽说心智不全，可就这家底，就算一辈子不理事，也是衣食无忧的。先皇留下这些，未必只是补偿。王妃是说手里有钱有产业，才有自保的底气。先皇疼他，也是在护他。宁宁，本王不想喝，药苦。王爷、王妃，今日的汤药已经煎好，可以服用了。本王妃会看着王爷用药的，有劳太医了。那臣先退下了。乖，喝了给你买饴糖吃。真的？真的。那要买很多很多。买很多，行了吧？好苦，宁宁真的好苦。喝完了，乖。王妃，奴婢留意了好几日了，王爷每次服药之后都要沉睡2、3个时辰，醒来也总是无精打采的，比往常木讷许多。我知道，会不会是药香太重，王爷体虚受不住？厉风，你跟了王爷多久了？属下厉风，父母爹是府中家臣，自幼便跟在王爷身边，绝无二心。拿去找一个可信的大夫，辨别清楚这里头每一味药材。此事严格封口，不得走漏半点风声。属下明白。
王妃，您是怀疑这药？先查清楚再说。王妃，属下查清楚了，汤药中大部分皆是寻常无补之物，只是其中混有一味虚阳花。此药若用于寻常人，不过略有安神之效，但若长期用于脑部曾受过损伤之人，会持续损耗神智，使人愈发混沌痴傻，难以恢复。大夫说，若长期服用，便是原本有恢复可能之人，也会被彻底封死心智。皇帝安排的太医，皇帝赐下的汤药，他不满足于谢之旭痴傻，还要让他永远好不了。宁宁，今日的药呢？本王准备好了。今日的药等会儿再喝，先过来陪我说说话。表面照常服药，要另行处置。另外，替我秘密寻访名医，此事越快越好。属下领命。宁宁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这个狗皇帝。盯着我看什么？宁宁好看。阿旭，你小时候在宫里头过得怎么样？小时候，先皇常带本王骑马，大哥老爱带着本王溜出宫。溜出宫去做什么？去街上买糖葫芦。大哥说宫里的不甜，外头的才好吃。那后来呢？还去过吗？去过。本王记得有一回，街上有人骑马，跑得很快很快，差点撞到一个姑娘。然后呢？本王把她推开了。那姑娘穿着很好看的衣裳，站在花铺门口，手里拿着花。那个姑娘后来怎样了？跑掉了。本王没来得及问她叫什么名字。那一年你才多大？比宁宁大2岁。宁宁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王妃，属下奉命整理府中暗部，共计护卫家臣83人，皆是世代追随王爷的旧部之后。王爷出事之后，这些人便隐于暗处，各自散于京城内外，只等王爷一声令下。身手如何？各有所长，其中武备者20余人，善谍报者10数人，余下皆通商术务，可明可暗。这些年，他们一直守在暗处，却无人调度。是，王爷出事之后，无人统筹，他们便各自潜伏，只守着一条规矩：保住王爷，等候时机。善谋略者，送去太傅府中帮衬，名义上是我从娘家带来的幕僚。是。善经营庶务者，分派至九王府各处产业，账册统一交由我来过目。属下明白。武备的人留在府中，明面上仍是寻常护卫，听你调度。王妃打算将这些人握在自己手中。厉风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如实答我。王妃，请问你们这些人效忠的是谢之训，还是九王府这块牌匾？是王爷。那就够了。我安置这些人不是为了握权，是为了护住他。你明白这个，旁的就不必多虑。属下明白。宁宁，你去哪儿了？处理点府里的事儿。忙完了。
那宁宁陪本王下棋，本王学会了一个新的走法。拿来吧，看看你学了什么歪路子。宁宁，你看那棵树上的雪要掉了。宁宁，今日的饴糖还没买呢。记着呢，现在就去。王妃，京中有消息传来，丞相李大人因小姐禁足一事，心中颇为不满，近几日频繁约见旧部，在朝堂上也开始暗中使绊，拿太傅大人的几件政务做文章。李丞相这是要借机报复，他女儿在御花园丢了脸，皇上又当众罚了他们，这口气他咽不下去，早就在等机会。属下已安排人手盯着丞相府，每日动向都会汇报。盯紧了。他府上见了哪些人，递了什么帖子，进出的都是什么人，一概报来。是。王妃，属下还有一事需禀报。丞相府近日与几位粮商往来密切，账面上说是寻常买卖，但出入的银子数目不小。粮商？是，其中一位与芷阳城一带颇有渊源。继续查，查清楚银子流向哪里，粮食又去了哪里。这件事单单立昂，不要混在旁的消息里头。属下明白。厉风，李丞相这个人惯会借刀杀人，不会轻易把自己摆在明面上。你盯着他府上，更要盯着他用的那些刀。王妃所虑极是，属下谨记。王妃，丞相府若真要对太傅大人下手，咱们这边，阿爹那边我已递了信，让送去的幕僚多留意朝堂动向。李丞相想动阿爹，先得过我这关。宁宁，你看这个会转的。会转。本王要了。哟，这不是九王妃吗？九王妃当真贤惠，大冷天的亲自陪着王爷出来玩风车，这日子过得也是别有一番滋味。李小姐这是禁足结束了，脸上的印子消了吗？李小姐说本王妃陪王爷玩风车别有滋味，本王妃倒觉得两个人能在街上安安稳稳的逛逛挺好的，至少不用操心旁边的人会不会随时在背后捅刀子。你守着一个傻子，也好意思在这里说嘴？宁宁你也吹，会转的。李小姐，我家王爷再傻也从没害过任何人，倒是有些聪明人费尽心思算计旁人，到头来赔了夫人又折兵，禁足在家，不知道算聪明还是算傻。他走了。走了。那咱们继续逛，本王还想吃糖葫芦。走吧。宁宁，这个比宫里的好吃。哟，走路不长眼啊！撞了人就该赔礼。这位公子瞧着面生，说话倒是方便嘛。宁宁，他们凶。
你们是何人指使？没人指使，就是看你们不顺眼。怎么？识趣的，就别再多说话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九王府的人。王府的人。宁宁，吃一个。王妃，这几个人不像是寻常街头混混，来得太巧了。李丞相禁足解了，第一件事就是这个。是李丞相指使的。回去告诉厉风，从今日起外出护卫加倍，王爷身边任何时候不能少于4人。是。王妃，王爷当年头部伤势极重，伤及根本，老朽行医数10年，从未见过这般伤情。能治吗？恕老朽无能为力，这伤只怕是难以复原了。宁宁，吃糖。王爷当年受创时，恰逢年岁尚轻，伤势反而侵入更深。以如今的药食之法，实难有起色。王妃，还请节哀。若是静养呢？静养只能维持现状，不能逆转。宁宁，你不高兴？没有，想点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想着怎么让你过得更好些。宁宁不用劳累，本王现在挺好的。王妃，属下已寻访了京城及周边数位名医，皆说王爷的伤难有起色。连城外的那位顾大夫也说治不了，奴婢还以为他能……还有没有没请到的？西南一带据说有位隐士大夫，善治奇症，只是行踪不定，难以寻访。找，不管多久，继续找。属下明白。王妃，您这些日子为王爷的事奔波，自己也要保重身子。我没事。皇上口谕，着九王爷谢知玄、九王妃阮氏3天后入宫赴家宴，不得有误。臣妾领旨，谢皇上恩典。宫里有好吃的。王妃，这个时候召入宫赴宴。我知道。王妃，皇上这时候召宴，是不是要查王爷的帖？无非是想亲眼看看汤药有没有绩效。阿旭，明日进宫要紧跟着我，不可乱跑。宫里的人问你什么，你就随口答，不用想太多。像平时一样？对，像平时一样就好。老九，近来在府中过得可好？好，府里有宁宁，有好吃的，本王天天都很高兴。朝堂上的事可有听闻什么？朝堂？那是什么？能吃吗？王爷每日只惦记着吃喝玩乐，臣妾劝了也没用，叫皇上见笑了。无妨，老九高兴就好。九王妃，王爷每日的汤药可有按时服用？回皇后娘娘，太医每日按时送来，臣妾亲眼盯着王爷服下，不曾落下一日。那就好，皇上特意安排的太医也是一片苦心。臣妾明白，皇上与皇后娘娘对王爷的关怀，臣妾感激不尽。
王妃，今日宴上皇上问的那些话，都是试探。皇上看王爷的眼神，奴婢看着不像是真的放心。皇帝这个人，从来不会因为看见一次，就真的放下心来。今日不过是暂时满意，下次还会再试。近期府中上下一律提高警惕，采买人员减半，出入人员严查。属下明白。宫中那边可需继续盯着。盯着太医院，皇后今日特意提到汤药，说明他们还在用这条线。太医院若有任何异动，立刻来报。是。王妃，今日宫里来来回回的，你也劳累了，早些歇着吧。皇帝的眼睛一直盯着九王府，这场风波远没有结束。不管如何，我都不会让他出事。王妃，京中刚收到消息，800里加急文书入了宫，西北爆发大雪灾，农田尽毁，难民大批南迁，芷阳城一带已经乱了，多处出现暴动。伤亡如何？折子上说，韩城郡守已压不住局面。难民涌入芷阳城，城内粮食告急，眼看就要失控。朝廷要派人去赈灾了。王妃是担心盯紧朝堂的消息，有任何动向立刻来报。是。宁宁，西北是哪里？很远的地方，下了很大的雪。比京城的雪还大。大很多。王妃，朝堂上的消息来了，皇上今日早朝当众点名，派太傅大人前往西北主持赈灾。太傅大人，皇上怎么会派太傅大人去？朝堂上其余大臣无人敢接这个差事，皇上便说太傅德高望重，最能安抚民心。皇帝忌惮阿爹，丞相恨不得阮家灭门，西北难民暴乱，乱局之中死一个大臣，谁都说不清楚。那王妃，备车去阮府。宁宁，你来了。阿爹，你已经在准备了。圣旨已下，不能违抗。阿爹，你心里清楚，这趟差事是要你的命。进来说。阿爹，不能去。圣旨已下，为父若不去，是抗旨，阮家上下都要受连累。可你去了，就是送死。皇帝和丞相巴不得你出事。西北乱局之中，一支冷箭，一场意外，谁都说不清楚。宁宁，阿爹，你当年孤身去敌国议和，女儿就知道你从来不怕死，但那时候阮家还有退路，如今不一样了。你若出了事，阿娘怎么办？阮家怎么办？那你说如何是好？总不能让圣旨晾着。女儿去。胡闹！你一个女子去那种乱地方。阿爹，听我说完。皇室的人前去，比任何大臣都更能安抚民心。阿爹，这是眼下最稳妥的选择，你心里清楚。宁宁，那地方乱得很，你一个人。阿娘，女儿不是一个人，王爷会陪着我的。有本王陪着宁宁。太傅，本王陪着宁宁去，宁宁不会有事的。
阿旭，你先起来。不，本王要陪宁宁。宁宁不起来，本王也不起来。寻儿，你跟着去，路上要好好护着宁宁。起来吧。阿爹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王爷跟着我同去，反而稳妥。他跟着去能有什么用？西北乱民见到朝廷大员未必买账，但见到皇室东击，多少会收敛几分。王爷的身份是一面旗，插在那儿，那些暗地里想动手的人也得掂量掂量。对，本王有用，本王要保护宁宁。此行凶险，你心里要有数。女儿知道。去宫里递折子吧。王妃，西北天寒，皮毛衣物要多备几件。路上吃食也得准备充足，那边不知是何光景。护卫让厉风挑，身手最好的几个都带上。宁宁，本王也要带糕点。带。还要带饴糖。带。宁宁，本王答应了太傅，会护好你的。王妃、王爷请进。臣妾阮宁，携谢王爷谢之序，恭请陛下准许赈灾西北。九王妃真是深明大义，朕甚慰。妾你可愿随同？宁宁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朕允诺你们同行。皇帝答应的太快，借西北乱局想除掉我们。王妃，属下已抽调全部精锐护卫随行，且定3日一封平安信回府。遇任何异动，无需禀报，立刻照本。皇帝答应的出入奇的顺利，他这步是要把我们拖入死局。属下后命。女儿，路上多加小心，山高水远，别乱了阵脚。遇事冷静，留个余地。何况那里风雪凛冽，岂能轻视？岳父放心，本王护着宁宁，定不敢有半点闪失。其言虽浅，亦诚足畏。爹娘保重，女儿安顿好便传信回来。王妃，先前探路只求反馈平静，然而越往北行，密林埋伏愈多，需加倍提防，保持戒备，勿轻忽任何风吹草动。王妃，使人城城门紧闭，守城官兵严密把守，今夜无法入城落脚。方圆2里之内，是否有可临时避风的场所？向前2里有座废弃的山庙，墙壁尚存，能暂时避风。世袭刚刚回报，此地周围空无一人，荒凉异常，直奔荒庙休整，待明日天明，再做进城计划。是。宁宁，今晚住哪儿？一处破庙。破庙没关系，有宁宁在，哪里都好。
王妃，庙四周及附近官道清查完毕，荒庙周围无一人迹。虽然折子言数万难民南迁，但此处空无一人，极不正常。难民怎会凭空消失？人间有新鲜脚印断肢，脚步轻盈隐匿，是受群暗探。护卫已全副武装，分守各门，戒备最高。宁宁，再等会儿就能吃肉了。有动静！王妃，刚才的声响绝非风雪，是有人刻意潜伏，身形轻盈，绝非普通流民，而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死士。调整布防，护卫甲死守正门，以堵后墙缺口，并寸步不离护住王爷。无论多少滴血，首要保证人身安全。是。宁宁，趁热吃兔肉。宁宁，怎么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？等会儿无论听见什么声响，牢牢跟着我，不许随便乱跑。对方人数不明，皆为训练有素死士。陛下顾及先皇旧臣感情，不敢明杀亲王，只得常年用虚阳花烧药暗中耗损王爷神智。今年派死士潜入西北，图谋灭口。不硬拼，护人优先。一旦冲入，退守庙后后供桌，后墙能挡。保护王妃王爷！王妃，往宫桌后撤。抓住那两个穿华服的，不留活口。是。抱歉，吓到宁宁了。好吓人，好吓人！宁宁，本王害怕。王妃，刺客已全部击杀，留了一个半死不活的，待审问身份。先压着，待我问完话再处置。是。宁宁，没事了吗？没事了。谢之旭，你压根不傻。方才那几剑我看清楚了，力道、角度、出剑的时机，没有3年以上的功力做不到那样干净。一个真正痴傻的人，也不会在危急时刻有那样的判断。从成婚第一夜开始，我就觉得哪里不对。御花园的事，你和我配合得太顺，顺得不像是意外。马车上我说贵女取笑你，你的反应不像是真的听不懂。宁宁，你想知道什么？问吧。宁宁，有没有什么要问我的？皇帝赐婚，这其中有你的推波助澜吧？为的是我阿爹以后能帮你。宁宁，你不生我的气吗？为何要生你的气？我算计你，骗了你。
时局所迫，并非你本意，要怪也该怪那个不择手段的狗皇帝吧。对，都怪那个狗皇帝。你是谁派来的？说清楚。你活不过今夜，若不说，你死的连尸首也找不到。说清楚，不然我亲自掐断你的喉管。李丞相派来的，皇帝命令，咱们不过是棋子，用完就丢。李丞相是李家舵主，皇帝用他做刀，将谢王视作障碍，先想除掉，借刺杀除掉二人，继而清算李家外妾。皇帝玩的是一石二鸟的局。无论如何，赈灾不只是救民，更是我们的底牌。用赈灾收拢民心，积攒力量，才能真正抵御皇帝与丞相。照常前往芷阳城，绝不能动摇。定不负宁宁所托。护卫分工明确，一旦发现异常，立即迎战，不再有任何退让。这条路只有走过去，才有未来。恭迎九王爷、九王妃驾临，王爷、王妃路上辛苦，城中不胜荣幸。哇，这雪真大！娘娘，我们快到了。郡守，城门紧闭，难民情况如何？带我们去看看。王妃放心，城中一切井然有序，难民安置妥帖，只是冬寒异常，尚需时间完善。王妃多蒙关照，尚请谅解。难民安置区到底在哪里？不带遭遇灾难的百姓见见，怎么交代？此下步步为营，不宜贸然闹事。王妃莫怪。皇室亲令，当即前往难民安置点，务必查清灾情。臣遵令。务必隐瞒赈灾粮草短缺之事，切不可让王妃察觉。属下遵命。姨娘，为何郡守看着不像真心欢迎我们？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场假象，暗潮汹涌，我们还没开始。本妃奉圣旨持赈灾勘令巡查西北，所有证词赃物必须书面录账，人证逐一签字画押，一式2份，一份就地封存，一份快马地往京城3司复核。无私司圣批，绝不擅自处地方官吏，免落擅行官员口实。赵纯尚且未遭惩处，封存人证账册，即刻快马送往京城等候圣差。此时擅杀官员，恐有口实力敌。眼下先稳住局势，等时机再弯刀出鞘。王掌柜，京城赈灾粮草被截留，罪责重大，今命王家将囤积粮食全数捐献，救济百姓。王妃息怒，属下愿全数捐出，绝无半点隐匿。四皇子已在襄城安置后生，计划有备无患。先行稳打稳扎，待时机成熟，再一举攻破。你们终于来了。四哥，我改扮商人，四处周旋，查探敌情，为今日合作积蓄力量。三方势力正式结盟，唯有联合，方能抗衡皇权。
此次西北行动是为天下，也为咱们的未来。计划严密，待罪证送至京城，时机一到，定能掀起腥风骇雨。证据分3批送出，错开时间，防任何诡计，触动利益，必定引发风暴。信使已预备，随时待命。我先行京城，主持公事，大局系于此意。咱们随后善后，绝不慌乱。此行凶险，但不能退缩。一路护卫，全力以赴。丞相府贪污腐败，操纵赈灾，祸国殃民，罪无可恕。李丞相纵容奸商，扣粮哄抬粮价，置百姓于死地。如今罪证确凿，当严惩不贷。尔等诬陷，本官效忠皇帝，怎容陷害？制裁贪腐，从严从重，不容情面。阿姐，父王被拿，李家惨淡，我无依无靠了。权势若水，朝堂风云，怎道人心险恶？岳丈，请听晚辈禀报：3年蛰伏，主动促成赐婚，西北赈灾布局尽在我掌控。你隐瞒了这些年，实属无奈，望岳丈明鉴。皇帝用心狠毒，此路不易走。岳丈，这正是我们不能退缩的原因。如此，便同心协力，共谋大业。昔日皇子夺嫡争斗，含血溅毒箭，当今皇帝暗中下毒谢之训，侍奉制药中掺须杨花，控宫廷龙须香，算计皇室子嗣。皇上何以如此残酷？践踏血脉，逆天而行，李家祸国殃民，朝堂贪腐腐朽，早该严惩。廖家击毁王府清退，我无依无靠。朝堂风云纷扰，权势冷暖不过转瞬即逝。皇帝不过是李家傀儡，今日帝后互相撕破脸面，不过权倾一时的终结。这场恩怨，从今往后一笔勾销。朕即位已降，将修整吏治，体恤民心，天下太平。九王爷，历经风波，积功累德，朕欲册封为摄政王，辅佐朝政，分掌大权。谢皇上厚恩，然臣无心权柄，只愿与阮妃远离朝堂纷争，守护一方安宁。阿旭的心意，正是我所愿。既如此，朕尊重二人所求，望你们守护好自己，闲云野鹤，安享余生。宁宁，这场刺宴总算没有尔虞我诈。只要我们同心，这些风雨都能过去。乾坤在定，百姓安居，诸卿共勉。宁宁，这木簪算是为你刻的。本王爷这手艺还真是出乎意料。3年前你击毙那日，街头一见，便心中难忘。那时你救了我，而我也许早已开始算计赐婚，只为与你相伴。我知道，那些算计匆匆交织了我们的命运，让我们相知相守。宁宁，我们从此不再羁绊权谋，悠然自得。从一纸赐婚的无奈，到如今相伴余生，所有风雨尽散，只愿与你安稳共度。